SA2 发生慢，遇到轻攻击，对手来得及防御，或是收招快一点的重攻击压持续，也能来得及防。但从发生第一伏到开始转都是全无敌，持续18伏的全无敌其实是非常优秀的酒，极少数角色无敌时间能超过15伏，这意味着老伤 SA2 非常适合插招，譬如4伏不能点的硬上，只能硬着打摔的派森，很多 SA 后出还是会输老伤，遇到老伤 SA2 不是每个角色都能后出 SA 的。能赢的真的是少数。那全程都是气功无敌，且吸的范围也很远，所以老伤有 SA20对手的气功就反被牵制。老伤 SA2 主要分2种形态，不按住直接一次大伤害，那按住 P 呢，让对手俯攻，不按住时可以往前或往后移动，伤害会降低一些。很明显，除了前移以外，不动跟后移都是换点。那后移可以让对手更容易进入角落，而且两者摔完后的间距也微妙不同。不动时膝盖会落空，后移时膝盖却可以刚好打到前端。如果不是收血决胜负换边都建议用后移，压起身求稳定就下中脚，顶多被4伏相杀或被凹而已。而如果对方不想被下中脚扣血，就可以往前走一步抓指令头。但知道对手自然宁可卖血被下中脚，也不会想要为了打下中脚反而被抓指令头。尤其走速快的后走送个下中脚就逃离了。而本来可以压到的膝盖也会被走掉，所以这里可以改成压的前延迟膝盖，就变成围步前走膝盖，让判定框早点碰到对手判定框，就会形成防御姿势，卡住对手不能走。两者肉眼是看不出差别。而躲避指令头最简单的就是跳，这时围前走膝盖就没办法稳定阻止了。SA 也来不及，除非放弃针对后走，用最速的膝盖才来得及 SA， 或是改用绿冲再硬追一次，这样围走膝盖也可以。可是垂直跳时围走膝盖来不及对碰，只能试试 parry。最速膝盖才有机会对到口。那至于前跳，本来就很怕遇到膝盖，对，遇到了跟吃糖一样开心。那最后就是后后，膝盖遇到后后至少4伏，想要大回馈变成要很大胆的往前追，那自然就怕对手起身直接攻击。而老伤毕竟是有力的，先出攻击可以赢，但是因为距离，对方不出攻击就会落空，所以不如将2个动作结合。而且冲上去后还可以reset。
对手真的乱动被打到，理论之上也来得及改弹断。就算没有反应到，也还是有力的打摔。理想上是轻脚附带取消率中会更好的一段，但轻脚要9伏才能取消，这来不及确反对手后，附带题有3个角色没办法确反，马农跟春丽后很远会逃出范围，那朱莉是刚好尖端可以挡住，那冲出去后改成能取消的攻击可以防 DI。因为碰不到，所以不怕起身推理。如果不针对确反后，一定可以来得及对口。那搬进角落也有机会可以大伤害。就算对方牺牲前跳，也要大代价。所以理想上这样可以应对多数选择，但是缺陷很明显，就是很花费动力。尤其很多时候初始连段就花了动力了，这时动力就非常吃紧，如果没拿到东西就很吃亏。所以不会出大错的下中脚还是最稳定。那再来介绍设计有问题的招式 ，SA2 前移，它唯一的作用就是这个时候，场中跟拉西斗靠角落时只能前移让风远离，因为此时按住后面会被风打，然后余风还在2人之间，拉西斗还能再拼一次过风。如果后移的话，虽然躲过风，但是风却在2人之间，老伤也不能压。那不移动的话可以压，但是位置就回到了场中。所以此时前移，至少双方重新5-5波时，对方没有后退的空间，老伤不用重新推进。但是如果老伤自己靠角落，就不用前移了。因为这样老伤位置还是吃亏，反而这时候后移或不按，风都会出去画面，半边把拉西斗摔入角落才能优势最大化。打拉西斗时的对策就是他唯一的价值。接着解释为何说他设计有问题。那非老伤的玩家听听看有没有道理。首先往前推，不能继续压制嘛，那伤害3060。可是前插喉 PP 也是往前搬运，他只输一点点的伤害，然后可以继续压制。那甚至直接普通空抓，伤害更多，然后也还是可以拼压持续。回头看看这 SA2 前移，他没对上拉西斗，他完全没有存在意义啊！实战验证因为后来的素材大多是没有开直播去凑的所以很多没有说话。
干什么？你真是好人呢！嘿，哎，呼呼，啊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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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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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忘记你是虚弱的啊？哎，啊嚓！哈哈哈！啊，我放枪了，对不起。假的啦，这个加4呢？嘿嘿嘿。我怎么喷出反转脚啊？好亏哦！你以为我会不让你凹吗？要就给我凹出来，要就给我凹出来！假的啦，哈哈，又一个受害者，哈哈，这个是不是超有用？那打不死就换边啊，或搬运到角落，比抢伤还更容易拿到灯。换边后用取消绿冲，意外容易收血。缺点就是连段后往往都没有动力冲，所以大多是插招或凹的后面才有资源可以冲。
片结束咯，谢谢你看我的影片，希望你还喜欢，下次见咯。